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有些秘密比金钱更为珍贵。当你陷入经济困境时，有9个秘密千万不可透露，否则后果可能令人不寒而栗。其中最后一个更是涉及法律红线，一旦说出口，恐怕难逃牢狱之灾。在这个以金钱定义成功的社会中，当你深陷困境，感到无助之际，保持沉默可能是你最强大的盾牌。切记，并非所有真心话都值得倾诉，有时一时冲动的吐露反而会成为压垮你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请谨记，并非每个倾听者都值得你100%的信任。在你最脆弱的时刻，一个不经意的倾诉可能让你从悬崖边缘坠落，一个不慎的透露或许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让我们携手探讨这9个不可说的秘密，看看如何在逆境中保护自己，避免因一时疏忽而万劫不复。这些建议不仅能帮你渡过难关，更能让你在逆境中保持尊严，为未来的东山再起做好准备。正如马云曾经警告的那样，当你一贫如洗时，最可怕的并非你的贫穷，而是暴露出你的无助。这番话犹如当头棒喝，惊醒了每一个正在或曾经面临财务危机的人。与此同时，投资大师沃伦·巴菲特也曾指出，金钱的流失往往能揭示人性的弱点。这不仅仅是一则简单的投资忠告，更是一条关乎生存的金科玉律。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9个秘密，学习如何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护自己，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。这些建议不仅能帮助你渡过难关，更能让你在逆境中保持尊严，为未来的重新崛起做好充分准备。第1件，财务状况细节。谈钱伤感情，这句话你听说过吧？这真是古话金句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即便是铁哥们、亲闺蜜，也不应该把自己的财务状况详细地摊开来讲。首先，财富问题是一个超级敏感的话题，容易在朋友之间造成无形的隔阂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告诉你的朋友你最近炒股赚了一大笔钱，或者买了几套房，他们可能正在为房租和日常开销发愁。这种无意中展示的财富差距，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不适或者自卑。比尔·盖茨也曾经说过，我从不在意别人的钱包有多厚，我只关心他们的心是否宽广。这句话说的不就挺到位的吗？把自己的财务状况告诉了朋友，等于是打开了你的保险柜，让别人来窥视。这不仅可能引起朋友的无意识的嫉妒，还可能引起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。就算是朋友，心思复杂的时候你也猜不透。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曾经说过，当潮水退去，你才会知道谁在裸泳，所以保持一点神秘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一旦你透露了自己的财务状况，朋友们可能会对你有了格外的期待。比如你在聚会时总希望你多掏点钱，或者在需要帮助时第一个想的就是你。这种被期望的感觉，时间长了真的挺累人的。所以，清晰的财务界限有助于维护长久和谐的友情。最后，谈钱总是让人感觉到尴尬，尤其是在需要借钱或者经济有困难的时候。如果朋友知道你财务状况不错，而你又拒绝了他们的求助，这种尴尬怎么来消除呢？还是那句话，谈钱伤感情，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更好。聊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即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，某些事情还是自己知道就好？正如马云曾经说过的，你永远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，直到你遇到挫折，在不必要的事上省点心，可能你们的友谊才能走得更远。第2点，配偶或者伴侣的缺点。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小毛病，甚至那些光鲜亮丽的明星夫妻背后也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小缺陷。比如你家那位可能洗碗总是洗不干净，或者老公房事不给力。这些小事放在心里暗自嘀咕一下也就算了，真没必要拿出来和朋友们分享一番。要知道，一旦你说出去了，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首先，
每个人都有尊严，你的伴侣也不例外。当你把他们的缺点拿到朋友圈，你一说，即使是无意的，也相当于在他们的背后捅了一刀。想想看，如果换成你，你会怎么样想？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，批评别人的人是不会赢得朋友的。这句话不讲，你在朋友面前抱怨伴侣可能会赢得临时同情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你伴侣的形象和你们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。其次，你和伴侣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人的私事，好比你不会随便告诉别人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一样，你的婚姻或者感情生活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。把对方的缺点留在自家门内，是对这段关系最基本的尊重。你可能只想找个朋友倾诉一下，发泄一下情绪，但话一说出口，没准就被误解了。你说的可能是小事一桩，但在别人的耳朵里，那就变成你家天天上演家庭大戏了。就算你的朋友再好，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站在你的立场上思考问题。你抱怨伴侣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出于好心给你建议，但这些建议未必适合你，因为你们的情况他们不可能完全了解。每次聚会都聊这些，时间久了，你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段关系挺烦的。一旦你说了伴侣的不是，这消息就像散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朋友们可能会因此对你的伴侣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。下次聚会你的另一半在场的时候，那气氛就不是那么自然了。更别提如果这话传到你伴侣的耳朵里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总的来说，把伴侣的缺点留给自己，不仅可以保护对方的尊严和隐私，还能避免无谓的误解和尴尬。毕竟每个人都不完美，学会包容和理解，才是维持一段关系正确的方式。这才是长久相处的秘诀，不是吗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第3件，家庭内部的问题。家庭这个由各种复杂关系网组成的小社会，时常是我们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不过，就算是在亲近的朋友，有些家庭内部的问题还是最好留在家里解决。为什么呢？别急，我们慢慢的聊。首先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小秘密，这些秘密可能关乎某个家庭成员的弱点、过错或者不为人知的挣扎。当你把这些敏感的信息拿出来和外人分享时，其实是在无意中侵犯了家人的隐私权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和朋友聊聊天，无伤大雅，没什么事。但是你无法保证这些信息不会进一步的传播出去。想想看，如果是你的隐私权被家人如此轻易的分享了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家庭问题往往非常复杂，外人很难完全理解所有的背景和细节。一旦你向朋友透露了家庭的问题，他们可能会基于片面之词给出的意见或做出判断，这些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，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误解和冲突。比如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，真相的一部分加上想象出来的东西，可以让你走得很远，这在传播家庭问题时尤为适用。信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原本的情况可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。家庭的形象在社会中很重要，一旦家庭的内部问题被公之于众，可能会对家庭成员的社会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。比如在职场上，一个人如果被认为家庭问题重，可能会影响到领导和同事的信任评价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一个家庭因为经常吵架而声名狼藉，那么即便家庭成员各自在外表现得再好，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可能成为别人窃窃私语的话题。公开家庭问题，尤其是在没有控制的环境中，可能会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。因为一旦问题公开，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，这些帮助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例如，
如果你告诉你的朋友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产纠纷，朋友们可能会站队，这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反而可能激化矛盾。最后我想说，真正的友谊不是你在我需要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而是你在我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应对时，依然坚持站在我身边。这意味着，真正的朋友会在你需要时给予支持，而不需要你透露过多的家庭秘密。保护家庭的隐私，维护其尊严，是每个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第4件，过去的恋情详情。说到过去的恋情，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甜蜜或者苦涩的回忆，是吧？但你知道吗？即使是你最铁的哥们儿或姐们儿，这些恋爱往事也不是可以随便聊的。为什么？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背后的原因。首先，每段恋情都不仅仅关于你一个人，还涉及到你的前任。这些故事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方的隐私，比如说你前女友的私房照。无论是美好的回忆还是不愉快的经历，一旦分享出去，就有可能被误解或者曲解。其次，讲述旧爱的细节很容易引发朋友们的关注。想想看，你和朋友聊了你前任多么体贴，或者说多么会照顾人，那么在他们的眼里，你现在伴侣是不是就很黯然失色了？这种比较，无论是出于好意或者坏意，都可能造成你现在的关系的压力。一旦你开始跟朋友分享你过去的恋情，特别是那些详细的私密细节，你可能无意中就设下了一个隐形的标准。这些标准不仅会影响你对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看法，还可能影响到你的朋友如何看待你的伴侣。这里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经常提到前任多么浪漫，你的朋友可能会期望你的现任也做到同样的浪漫，或者在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时对他进行批判。最后，通过保持对过去恋情的适度沉默，我们不仅维护了自己情感的独立和隐私，还帮助保护了我们真实的人不受不必要的影响。让过去的恋情成为你成长路径上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现在生活的负担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和开心地享受当下，以及构建未来的每一段美好关系。第5件，职场类的秘密。在职场，每个人都像一个演员。早上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得戴上你的面具。职场的秘密，无论是公司的决策、同事的小动作，还是领导的混乱的私生活，都是那种特别辣的调料。少了或许觉得没有味道，多了可能就把整锅汤给冲糊了。让我们一起探探，为什么即使是和你关系再要好的朋友，职场秘密也是一个不跨越的雷区。首先，职场中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把公司的机密或同事的小秘密像撒豆子一样到处乱讲，人们对你的看法会是怎样？如果你因为无法保守秘密而丧失了同事的信任，那么你在职场上的发展也会因此受阻。职场就像一个小型的政治舞台，每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一旦你开始分享职场内的秘密，你就可能无意中卷入办公室政治中。比如，你无心透露了某个项目的内部讨论，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做文章，最终导致不必要的内部竞争或矛盾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，在说话之前，先让你的话过了3秒。在职场上，这条建议尤为重要，因为一言不慎可能会引发职场风暴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职场的秘密涉及到公司的商业机密或者合法权益。泄露这些信息不仅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，还可能会让你面临法律责任。例如，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有保密协议，而你轻率地分享了这些信息，这不仅是职业操守的问题，更是法律的问题。职场中保持高标准的职业操守，能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清白。最后，职场的秘密往往与长远的职业规划相关联。一旦你因为无法保守秘密而声名狼藉，这种负面的影响可能会伴随你的整个职业生涯。在这个信息快速流通的时代，
坏消息传播速度往往比好消息要快得多。如沃伦·巴菲特所说，需要20年来建立一个好的信誉，而只需要5分钟就能毁掉它。总结一下，职场中保守秘密是一个重要的职业技能，不仅能帮助你维护个人的形象和职业道德，还能保护你免受不必要的职场纠纷和法律责任。所以，即使是你和再亲密的朋友，有些话还是留在心里比较好。毕竟，职场不是一个适合无话不谈的地方。这样既保护了自己，也尊重了职场的规则，真正做到了职业人的责任与智慧。第6点，自己的弱点和恐惧。在这个看起来可以无所不谈的世界里，有些话题还是比较微妙的。比如我们自己的弱点和恐惧，这种事看起来跟朋友分享一下能增进理解和友谊，但事实上呢，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。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即使是和最亲密的朋友，有些个人的弱点和恐惧还是应该保留，不轻易透露。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，有的人害怕高度，有的人害怕公开演讲，还有的人可能对某种动物或者情境感到恐惧。这些弱点是我们个性中最隐私的部分，一旦被他人知晓，就像是把自己的护甲脱下，暴露给了对方。马云曾说，展示脆弱性是力量的一种，但选择在谁面前展示同样重要。因此，明智选择在谁面前敞开心扉，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第一步。弱点和恐惧一旦被知晓，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。在职场或社交场合，这种信息可能成为对手攻击或嘲讽的武器。即使是朋友，也可能在无意中触及这些敏感的话题，引发不必要的痛苦和尴尬。比如，你害怕在人多的场合发言，而这一点被人利用，在重要的会议上突然叫你发言，那种突如其来的压力和尴尬是很难处理的。我们每个人在社交圈中都有一定的形象和地位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别人对我们能力的认可上的。公开自己的弱点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看法，降低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。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就曾说，人们应该尽量简洁地表达，不露声色。在维护个人形象时，保持一定程度的神秘感，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中保持自信和控制感。分享个人的弱点和恐惧，虽然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帮助我们获得同理心，但过度依赖外界的安慰和帮助，可能会让我们在情感上变得依赖。在社交互动中，适当的保留一些私人的话题，是人际交往的智慧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应该封闭自己，而是应该根据情境和对方的信任程度有选择性的分享。比如巴菲特所言，与其把所有的卡都摊开，不如留一两手以备不时之需，这样我们既可以保护自己，又可以维持与他人的健康关系。那么我总结一下，虽然分享是一种亲密和信任的表现，但在处理自己的弱点和恐惧时，更多的谨慎和选择是必要的。这样做不仅能保护我们的心理和情感安全，还能帮助我们在各种社交关系中更加稳健和自信地前行。毕竟真正的强大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又应该退一步。第7件，其他人的秘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好朋友信任你到了极点，把一个深藏心底的秘密告诉了你。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像个守门人，手握着一把能够打开朋友心房的钥匙？但正如大家都知道的，这把钥匙可不能随便交给别人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即使关系再好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秘密转告给第三方。首先，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如果一个人把秘密告诉了你，这意味着他们相信有人能为这个秘密守口如瓶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把秘密泄露了，那么这份信任就像一张撕碎的纸，再也拼不回原样了。有些秘密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，但一旦被泄密，可能会对别人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。例如，一个人可能向你透露他们的健康状况、家庭问题或过去的错误。
这些都是非常私人的事情。如果这些信息被不小心说出去，不仅可能影响到这个人的社交生活，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。你的行为往往反映了你的人格和价值观。如果你能守住秘密，人们自然会认为你是一个可靠、有责任感的人。反之，如果你一旦被视为一个爱说长道短的人，那么即便是你的朋友也可能会对你有所保留。在任何关系中，无论是友谊还是工作关系，长期的合作和和谐相处往往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保密的基础上。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的能力，不仅能够加深别人对你的信任，也能为未来的合作铺平道路。如沃伦·巴菲特所言，你需要20年来建立一个好名声，而只需要5分钟就能毁掉它。在关系的长河中，守住秘密是维护良好名声的重要部分。总之，别人的秘密就像一份重要的嘱托，将它安全守护是对别人信任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品格的考验。记住，真正的朋友不仅是那些在你快乐时与你分享欢笑的人，更是那些在你难过时给予你安慰，并且在你需要时守口如瓶的人。第8件，密码或安全信息。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信息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。不管是你的社交媒体账户、银行账户，还是你家的智能密码锁，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组合，其实就是保护你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现在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即使是和你关系再好的朋友，这些密码或安全信息也是绝对不能分享的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密码就像家里的钥匙，你会随便把家里的钥匙给别人吗？显然不会，对吧？密码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些密码保护着你重要的信息和资产，一旦泄露，就等于把控制权交到别人手里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，保护我们的数字信息就像保护我们的财产一样重要。这些话在今天依然适用。在这个数字时代，你的数据和你的钱一样宝贵。即使你的朋友是值得信赖的，但你无法保证他们的设备就像你的设备一样安全。一旦你的密码在不安全的环境中被输入，比如被病毒或键盘记录软件捕捉，那么你的信息就处于风险之中。此外，你的朋友可能无意中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，这样一来，你的密码就可能被更多的人知道。在许多情况下，密码泄露可能直接导致经济损失。比如，你的银行账户密码和信用卡信息一旦被别人知晓，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未授权的交易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曾指出，在现代世界，信息就是货币，你的每一个密码背后都可能关联到你的财务信息。保护好它们，就是在保护你的钱袋。不仅是财务安全，很多时候你的密码还关系到你和你家人的安全。例如，智能家居系统的密码如果被泄露，可能会给不法分子提供进入你家的途径。你不会希望因为一次轻率的分享就让你家的安全受到威胁，对吧？在数字世界中，保护密码就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通过不与他人分享密码，你不仅保护了自己的信息安全，同时也提高了自己信息安全的意识。如著名科技企业家比尔·盖茨曾经说过，我们总是过于依赖技术，但有时候最好的防火墙其实是一种良好的习惯。总之，就像你不会随便把家门钥匙交给不相关的人一样，你的密码和安全信息也应该是仅供自己知道的。这样做，你才能在这个信息化的世界中走得更远、更安全。第9件，个人极端的意见。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不过，当这些意见变得特别极端时，与人分享就需要格外的谨慎。即便是与你关系再亲近的朋友，也可能不是你轻易谈论的对象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。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和名人名言，理解在某些场合保持意见的适度，可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首先，
极端的意见很容易引发争论，甚至争吵。你可能纯粹是想表达一个观点，但如果这个观点与别人的根本信仰相冲突，那么本可以是一场友好交流的聚会，可能会突然变成一场辩论大赛。所以在不确定对方立场的情况下，对于某些可能引起争议的极端意见，保持沉默是避免冲突的最佳策略。即使是和你关系很好的朋友，也可能在某些敏感的话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见。分享极端的意见可能会直接伤害到朋友的感情，尤其当这些意见涉及到种族、宗教或政治等敏感领域。有时候，维护一段友谊的关键在于理解并尊重彼此的不同。在我们自己的信念体系中，保持开放和接受不同意见的能力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部分。通过避免表达极端意见，我们可以更加开放地聆听和学习他人的观点，这有助于我们形成更加全面和平衡的看法。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，一个人的成熟应该是有深度的宽容、细腻的理解力以及广泛的视野。这种成熟的标志不在于坚持己见，而在于能够接纳和理解多样性。综上所述，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，但在分享极端观点时，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，我们需要格外谨慎。通过保持一定的克制和尊重，我们不仅能保护自己的社交和职业生活，还能为维护更广泛的社会和谐做出贡献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一起探讨了在我们没钱的时候，那些即便是与朋友关系再好，也最好保持私密的几个话题。马云说，在世界上，除了你的良心，保守秘密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答案。这句话提醒我们在分享信息时要保持谨慎，有选择性的分享。有时候，沉默是金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